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2月8号星期五，马上要周末了哈。看新衣服，今天从里到外都是新衣服。一会儿再跟大家聊衣服。今天的训练内容是从5分钟开始，就是5分配速到6分配速之间，第一个5公里热身。之后呢，第二5公里从4分45到4分55这个区间这么跑，之后每一个5公里快10秒。现在是第3个5公里，第3个5公里应该是4分35到4分45之间，但是其实这么控制配速挺难的，就我跑到现在我也觉得挺难的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今天聊聊衣服，这边也进入冬天了，聊聊秋冬、初冬、深冬，我有什么跑步穿衣服不成熟的小经验，因为我都是早上起来跑，冬天也是。现在已经6点28了，天还蒙蒙亮，早上起来挺冷的，北京那时候对吧？这件衣服还不错，这件衣服你们看，就是我说皮肤衣，上次直播我说，我觉得比较关键的，第一有帽子，第二呢有俩兜，第三呢就是都有拉锁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前两天穿的那个黑色那件，就后来买的那件是有兜，但是比较遗憾没拉锁，我得学学怎么自己装拉锁。虽然它那兜设计的挺好，我试过不会往外掉，但是总觉得缺点安全感。但是轻功这个帽子，就像直播时候说的，它后边的那个卡扣没法别这个摄像机，就有点尴尬。你看一聊天，我这配速手表老在响。行，一会儿再聊啊，加油加油！现在是第4个5公里，3分25到3分35，但是我肯定掌握的不好，手表这一路都在响，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很少跑这种训练，我都是2极化，要不然就特快，要不然特慢，但是其实都是熟能生巧。今年夏天的时候，我开始决定这样练，要把慢的时候变慢的时候也是很难的。那时候根本就跑不到5分钟以外，就是你腿控制不住，你找不到那个节奏。你们看夏天的时候，石川先生跟着我们练，带我们练，他掌握配速掌握的多准。他带我们3分40的配速，3分40对他来说就像我跑4分15差不多，他几乎上下在1-2秒之间，这就是跑得多和少的区别。像到冬天的时候穿衣服，好多小伙伴担心冷。其实啊，我先说一个大的我的经验，就是人是从下往上越来越怕冷，最不怕冷的就是腿和脚。然后你想到腰到肚子还好，然后一到胸口到脖子不行了，再到脑袋耳朵就更不行了，然后就是手，对吧？所以冬天多冷的时候，我也都是只穿一条压缩裤，只不过是穿厚一点的。就像小伙伴们，抱歉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录像出了点问题。我回来一看，最长的那一段就录上了2分多钟，那很奇怪，不明原因，也可能是我导出的时候失误了。好吧，那就跟大家说说衣服。像刚才我就说，人其实越从腿往上越怕冷。其实冬天的时候腿基本上不怕冷的，
所以说呢，冬天最冷的时候，我也就是一条压缩裤。今天穿的是这条。我去年北京最冷的时候也是这一款，就是它其实比较厚，一摸就应该就能摸出来，它比较厚，不像那个 Nike 的半弹或者 Skins 那种是薄款的。薄款的冬天穿，像北方的天气应该是不行的。冬天的时候基本上穿厚的，春秋的时候穿薄的长裤。夏天的时候呢，夏天的半弹我一般都穿薄的，但是其实他们家夏天的那个半弹也挺厚的，所以我穿的不多。然后到这个上半身的时候就开始怕冷了。像冬天一般我最里头穿一件这种，这是一件 Nike， 就特别薄，然后它不是压缩的，就是偏向于半弹，但是又没有半弹那么的贴身，你看穿的都挺旧的了。今天穿了一件轻工的，今天穿的是这件，这都是翻过来了。今天穿的都是这件，也挺好，就是你们冬天穿的时候穿这种贴身的衣服会比较的舒服。然后外衣今天穿的这件皮肤衣，今天穿的这件稍微薄一点，比我前两天穿的那件。再冷一点的时候，这种薄的皮肤衣就不行了。像去年在北京最冷的时候，我穿这件。你们看我那时候视频，每天都是这件特厚，然后这儿有一层绒，防风的，主要是防风。像北方的冬天最冷的就是大风。剩下的就是脖子和耳朵，还有头和手。脖子的我没找出来呢，所以今天不给大家看了。就那种脖套，运动的那种脖套，套在脖子上。然后帽子，不太冷的时候戴一个这样的。那去年北马戴的就是它。如果再冷的时候呢，在里边套一顶这种薄的，你们看，这是个迪卡侬的。要是再冷的时候，可以在外边再套一顶里边带绒的。我有一个闭麦的，那也还行。至于耳朵，我试过好多的方案，单独的耳罩什么我都试过，都感觉不太行。后来我就放弃了，就用帽子，把耳朵糊住之后那个脖套后边再蹬上去一点，再把耳朵再给挡住，等于你的脑袋就是包了一层似的，行吧？就跟大家展示一下这些衣服。然后再冷的时候，像手套这个东西，现在我常戴的那种手套能坚持到0度左右，再冷的话就得厚，或者戴2层。最冷的时候，像北京，就是里边带一层弹性手套，外边还得带一手闷子，手套跟手闷子中间呢还搁一个暖手袋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然后像刚才展示那些压缩裤，后腰一般都有搁手机的那种腰包，在那里也塞暖手袋。在北京最冷的时候，好吧。最后一个5公里全力以赴吧，只留明天训练的余力就好。
训练完成。有些累。高驰这个，如果你选训练，跑完以后手表就会直接问你体感，否则的话你就手动输。12月8号星期五清晨7点57，训练结束。今天晚跑的长，30公里渐加速。这是我上周定的课表，但是上周跟着小伙伴们一起跑，就没有跑这个课表。跑了2小时16，平均配速4分32，因为是渐加速，平均的意义不大。平均心率145，最快的单圈是3分50，累计爬升118米，训练负荷236，中等。你们看这个曲线就是渐加速，前5公里我定的是5分到6分，就是热身。之后呢，从4分45开始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课表。第一个单圈是5分到6分，就是第一个5公里轻松跑热身。第二个单圈4分45到4分55，之后就是10秒10秒的加，每5公里加10秒，直到最后一个单圈。你们看最后一个第6个5公里，一下从4分15到4分25涨到3分35到4分05，等于最后一个就全力以赴。我们看看我的成绩。今天 Pace 3又有更新，我这个是贝塔版的固件。看看单圈的，看一条大斜线，最后的5公里，而且还比较艰难。最后5公里是城市道路，跑回家，心率也是直线上升，斜线上升。我这么跑，其实到最后也就是乳酸阈的这个分区只有2%，也就还行。步幅是一直在加的，功率是一直在加的。你们看，步幅从应该在100以内，一直加到了110。触地时间一直在减，你看冲击负荷会越来越高。然后你们看这爬升，大半程的这个爬升特别的带劲。第一个单圈的平均配速是5分22，第一个5公里；第二个5公里4分50，第三个5公里4分35，第四个5公里4分22，第四个5公里应该是4分25到4分35就跑快了，第5个5公里是4分12。第5个应该是4分15到4分25，又快了。第6个3分50，等于我最后一个5公里，就是第25公里开始到第30公里，最后这5公里也跑了3分50的配速，我19分07，还行哈，还行。宝刀还没有那么老。Pace 3，然后高驰的心率大，还有2个 Stride， 我们看看更新了什么。今天有电，没有电量焦虑就是不一样。修复与优化，前两天哔哩哔哩那更新特有意思，什么流感季，大家注意身体什么的。行吧，那今天第一个训练日圆满结束，家属等着我吃早饭呢，那就不跟大家说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这个小标这个小标挺好看的，这是胶的，就是不是印上去的，这挺有意思。好吧，那就这么着，咱们努力冬训，明儿见。